你以為世界首富很有錢？你想多了。這支影片要講的是連首富這個詞都不配形容的等級。今天這些史上10個最有錢家族，他們不是賺幾年風光一代，而是把錢壓進歷史裡，一壓就是幾百年。沙特王室家族只能排第3，我們漢族的宋朝皇室也只能排第7。第1名你一定認識，他們有錢到可以改變世界運作方式。記得訂閱加點讚，也歡迎在評論區討論。我們開始吧。第10名，梅迪奇家族。梅迪奇家族排在第10名，說白了不是他們不夠有錢，而是他們代表的是金融資本的起點。如果後面的家族是帝國等級，那梅迪奇就是教科書第1頁。歷史經濟學界普遍估算，梅迪奇家族在15世紀最巔峰時期，家族可直接調度的總資產换算成现代購買力，大約落在2000億到5000億美元之间。這是已經扣掉誇張傳說，只計算能追溯的銀行資本、地產、不動產、貿易投資後的保守區間。這筆錢只是他們真正實力的下限。當時的梅迪奇銀行不是一間銀行，是一整張橫跨歐洲的金融系統。佛羅倫斯、羅馬、威尼斯、巴黎、倫敦全都有他們的分行。歐洲各國王室要打仗，貴族要周轉，商人要跨國結算，錢幾乎繞不開梅迪奇的賬本。換成今天的說法，他們掌控的不是資產規模，而是現金流入口。更誇張的是，他們長期擔任天主教廷的首席銀行家，11稅、奉獻金、贖罪券收入，等於整個天主教世界的財政流水，一度都是他們在代管。那不是單純的利潤，而是對全球最大宗教體系現金流的實際控制權。這類影響力，賬面根本寫不出來。錢到這一步，梅迪奇就開始做一件劃時代的事，把金錢換成不會貶值的東西。他們用財富換政治，家族成員進入佛羅倫斯權力核心；用財富換宗教，家族出了4位教宗；再用財富換文化，長期資助米開朗基羅、達芬奇、伽利略。文藝復興不是自然發生的，是梅迪奇持續幾十年、上百年的資本投放結果。他們讓美知識、科學變成權力的一部分，也順手讓家族名字直接寫進歐洲文明史。所以梅迪奇真正恐怖的地方，不在於他們有多少錢，而在於他們第一個證明了一件事：錢可以直接用來重塑世界運作方式。第9名，阿斯托家族。這個家族是把土地變成印鈔機的最早範本之一。如果梅迪奇是在控制錢流，那阿斯托做的是更直接，控制地面本身。歷史學界普遍估算，阿斯托家族在19世紀中後期的巔峰階段，家族可掌控的總資產換算成现代購買力，大約落在3000億到5000億美元之間。這同樣是保守算法，只計算可追溯的地產價值、租金收入、現金儲備與合法投資，不包含後來分散給後代的隱性增值。阿斯托的起點很土，但極其狠。他們最早靠北美皮草貿易起家，壟斷毛皮出口，把歐洲貴族的虛榮心變成現金流。但真正的關鍵轉折點是他們意識到一件事：貿易會被取代，土地不會。於是阿斯托家族開始瘋狂買地，而且專挑一個地方——紐約。19世紀初的紐約，在很多人眼裡只是港口城市，但阿斯托看到的是未来。他們系統性買下曼哈頓核心區域，大量持有土地而不急着出售，改用長期出租、世代收租的方式累積財富。到了紐約爆發式成長時，城市擴張的每一步幾乎都踩在阿斯托家的地上。換句話說，當紐約變成世界金融中心時，房租先交給阿斯托。巔峰时期，阿斯托家族擁有或控制的地產遍布曼哈頓中下城，租金收入高到什麼程度？高到家族內部流傳一句話：只要紐約還在，阿斯托就不會窮。更關鍵的是，阿斯托家族極度低調，他們很少直接介入政治，也不熱衷塑造文化話語權。
而是把資產鎖進地產、信託與家族基金裡，讓財富像地基一樣越壓越穩。哪怕家族後來分支眾多，影響力下降，但早期累積的地產價值依舊在紐約城市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第8名，古普塔王朝。時間拉回到公元4世紀到6世紀，這是印度歷史上公認的黃金時代。在歐洲還在封建割據、貨幣混亂的年代，古普塔王朝已經建立起高度成熟的農業稅收、商業體系與跨區域貿易網絡，糧食、棉織品、香料、寶石、黃金，從印度次大陸源源不斷流向中亞、羅馬世界與東南亞。先講資產規模。歷史學界普遍共識是，古普塔王朝無法精確估算總資產，因為他們掌控的不是家族金庫，而是一個高商業化帝國的整體經濟產出。但若以當時印度在全球經濟中的佔比換算成現代購買力，其王權體系可調度的財富規模極可能達到數千億美元，甚至接近萬億美元等級。需要注意的是，這不是靠掠奪堆出來的錢。古普塔的強在於他們把知識直接變成生產力。十進位制、零的概念、代數學、天文學在這個時期系統成型。你今天用的數學底層邏輯很多都源自古普塔時代，而這些知識不是寫在書裡就算了，而是直接服務於稅收、工程、航海與貿易計算。換句話說，他們是歷史上最早把科學當成國家級賺錢工具的政權之一。再看貿易，古普塔王朝控制的商路，連接印度洋絲綢之路與陸上中亞通道。羅馬帝國晚期，大量金幣持續流入印度，甚至造成羅馬本土貴金屬外流問題。簡單說一句，羅馬在花錢，印度在收錢。而古普塔的統治方式極其聰明，不壓榨，不高稅，不亂徵兵，反而讓地方商業高度自由。只要你賺得到錢，國家就能穩定抽成。這種模式讓財富不是一次性爆發，而是長期可持續的累積。第7名，宋朝皇室。先把一句話放在前面，宋朝不是沒錢，是錢多到歷史第一次不知道該怎麼花。如果前面的家族是在控制某個產業、某片土地，那宋朝皇室控制的是一個高度商業化國家的整體經濟系統。先講最關鍵的判斷，學界普遍共識是，在北宋與南宋的鼎盛階段，宋朝的經濟總量長期佔當時全球經濟的30%以上。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同一時期的歐洲加起來都還沒摸到這個高度，那皇室有多少錢？宋朝不是家族企業，但皇室與國家財政高度合一，以稅收、國營產業、壟斷收入與貿易關稅綜合估算，宋朝皇權體系可直接調度的財富規模，若換算成現代購買力，普遍被認為輕鬆超過1兆美元等級，而且是持續性現金流，不是一次性掠奪。宋代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進入商業社會的中國王朝，紙幣正式流通，城市夜市不打烊，跨區域物流成熟，民間資本極度活躍，茶、鹽、瓷器、絲綢、鐵器全部高度商品化，而其中最賺錢的產業很多都掌握在國家與皇室體系之中。你可以這樣理解，宋朝皇室不是坐在金庫裡數金條，而是每天都有全國經濟在替他們自動進賬。明白了嗎？更誇張的是國際貿易，宋代海上貿易規模空前，泉州、廣州成為世界級港口，阿拉伯、東南亞、日本的白銀與香料不斷流入中國。史書記載，南宋時期海外貿易稅收已佔國家財政極高比例，這在前現代世界極其罕見。那問題來了，既然這麼有錢，為什麼宋朝給人的印象卻不夠強硬？答案很現實，宋朝選擇把錢花在社會穩定，而不是無限戰爭。他們養文官、養學術、養城市、養市場、養後宮，而不是把所有資源砸進軍事擴張。這讓宋朝在文化與經濟上極度繁榮，卻在軍事形象上吃虧。第6名，奧斯曼王朝。
時間軸拉到14世紀到17世紀，這是奧斯曼最強盛的階段。帝國版圖橫跨東歐、西亞、北非，剛好卡在歐亞非三洲交匯點。路上絲綢之路、黑海、地中海、紅海的關鍵節點幾乎全在他們手裡。換句話說，世界級貿易動脈被他們一把掐住。歷史學界普遍認為，奧斯曼王朝無法用家族資產來計算，因為皇室與帝國財政完全合一。但若以其控制的土地、人口、稅收、港口關稅與貿易壟斷權換算成現代購買力，奧斯曼皇權體系在巔峰時期可調度的綜合財富規模，普遍估計在1兆到2兆美元等級。奧斯曼的財政結構非常成熟，土地制度、農業稅、商稅、宗教稅分層明確，帝國不需要天天打仗，也能穩定進賬。尤其是國際貿易，只要商隊船只經過奧斯曼控制區，就必定要繳稅。不管你是歐洲商人、阿拉伯商人，還是波斯商人，錢都會在伊斯坦堡停一下。再來看軍事實力，奧斯曼並不是有錢不打仗，而是有錢，所以能長期維持世界級軍力。常備軍、火器部隊、海軍艦隊，全部是國家預算長期供養。這種規模的軍費支出，在前現代世界只有極少數帝國負擔得起。更重要的是，奧斯曼的皇權具有高度集中性。蘇丹既是世俗統治者，也是宗教權威，意味着政治、軍事、財政、宗教收入全部會流到同一個權力核心。這種結構極大降低了內耗，讓財富可以直接轉化為控制力。第5名，哈布斯堡家族。這家族排在第5名，理由一句話就夠：他們不是靠賺錢稱霸，而是靠結婚統治歐洲。當別的家族還在搶土地、打戰爭時，哈布斯堡已經想明白一件事：戰爭會破財，婚姻會增值。從15世紀開始，哈布斯堡透過一連串政治聯姻，把奧地利、西班牙、尼德蘭、波西米亞、匈牙利一塊一塊接近家族體系。那不是領地擴張，是資產併表。每一次婚禮等於一次國家級併購。先講財富等級，哈布斯堡家族無法用單一金庫計算資產，因為他們的財富本質上是多個歐洲強權的財政總和。學界普遍估算，在16世紀巔峰時期，哈布斯堡皇權體系可調度的綜合財富規模，換算成現代購買力，約落在2兆美元上下，而且高度集中在皇室手中。更恐怖的是資產結構，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源源不斷送來白銀與黃金，尼德蘭提供歐洲最發達的商業與金融稅收，中歐地區提供穩定農業與兵源。這是一個橫跨大陸的複合型現金流體系，幾乎沒有短板。但哈布斯堡真正厲害的不只是錢多，而是錢來的合法。他們不是靠革命奪權，而是透過婚姻、繼承與神聖羅馬帝國的合法性，把財富包進制度裡。這讓他們的統治在很長時間內具備極高的正當性，也大幅降低內部反叛成本。當然，這種玩法也有代價，過度聯姻導致近親通婚，血統問題開始反噬家族本身。到後期，政治僵化，決策遲緩，讓這個超級家族逐漸失去彈性。但即便如此，他們留下的財富與權力結構依然主導歐洲格局數百年。第4名，奧古斯都家族。開始這家族前，必須先講清楚一件事，這已經不是家族有多少錢的問題，而是整個帝國的錢本來就算他的。從這一名開始，財富的概念正式升級，不再是資產，而是文明及財政控制權。時間拉回到公元前1世紀末，奧古斯都結束羅馬內戰，建立帝制。表面上他說自己只是第一公民，但實際上羅馬帝國的財政、軍權、稅收、土地分配全部集中到皇權體系之中。換句話說，帝國的錢就是他的操作空間。先給出學界常用的估算區間。歷史經濟學者普遍認為，在奧古斯都統治的巔峰時期，
其皇權體系可直接調度的財富與資源，若換算成現代購買力，規模大約落在3兆到4兆美元等級，而這還只是能被模型推算的顯性部分。真正誇張的是他們的私人資產。奧古斯都直接把埃及列為皇帝私有行省，不歸元老院管理。埃及是什麼概念？那是羅馬最重要的糧倉，也是地中海世界最富庶的稅源之一。史料記載，奧古斯都個人名下掌控了埃及約1/3以上的土地與產出，也就是說，光他私人的那一塊就已經富可敵國。再來看現金流結構，羅馬的稅收來自農業稅、行省貢賦、礦產、港口關稅、奴隸貿易與戰爭戰利品。帝國疆域橫跨歐亞非，人口數以千萬計。只要帝國在運轉，財富就會每天自動流向皇權核心。這是前現代世界規模最大、穩定性最高的財政機器之一。而奧古斯都最聰明的地方在於他懂得控制支出節奏，他減少無意義的擴張戰爭，把錢用在軍隊常備化、基礎建設與城市治理上，道路、港口、水道、公共建築全面升級，讓貿易更順，稅收更穩。這讓羅馬進入長達數十年的羅馬和平，而和平本身就是最強的生財工具。第3名，沙特王室。講到沙特王室，只要一句話帶過，他們掌握的不是錢，而是現代世界賴以生存的能源開關。歷史學界與能源經濟模型普遍估算，自20世紀中葉石油時代開啟以來，沙特王室透過國家主權、國有能源體系與家族控制結構，可長期調度與影響的財富規模，換算成現代購買力約在4兆到6兆美元等級。這不是某一年賺了多少，而是數十年持續滾動的能源紅利總和。別忘記，他們的產業都是求剛需，石油不是奢侈品，是工業血液。發電、交通、軍事、化工、航運、塑料、農業，全部繞不開能源。只要世界還在運轉，只要現代社會還在用機器，沙特控制的那一塊資源，就一定有人買單。沙特王室真正的底牌，是他們對全球最大已探明石油儲量之一的實際掌控權。透過國家與王室高度重疊的結構，石油收益並不是單純進國庫，而是可以被家族體系直接調度、再分配與長期投資。這讓王室財富不僅停留在資源階段，還不斷被轉化為金融資產、海外投資與戰略影響力。沙特長期在全球能源市場扮演最後調節者的角色，減產或增產不只是商業決定，而是足以牽動通脹、匯率、股市與國家財政的宏觀操作。當油價波動時，受影響的不只是能源公司，而是整條世界經濟鏈。而且和歷史帝國不同，沙特王室的優勢在於時間跨度，他們不是靠一次戰爭或短期掠夺暴富，而是在幾十年裡，把石油收入持續轉化為主權財富基金、全球股權、不動產與高科技投資。這讓財富不只存在於地下，而是已經深度嵌入全球資本系統。第2名，洛克菲勒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排在第2名，先給一句結論，他們不是靠擁有資源致富，而是靠控制規則稱王。如果沙特王室掌握的是地下的石油，那洛克菲勒掌握的是石油該怎麼被定價、怎麼被運輸、怎麼被世界使用。先把數字攤開講，歷史經濟學界與商業史研究普遍估算，洛克菲勒家族在20世紀初的巔峰时期，若將當年的資產規模、現金流與市場控制力全部換算成現代購買力，其家族可調度的真實財富影響力大約落在1兆到2兆美元區間。注意，這是影響力等值，不是單一賬面資產。在最強盛的時候，標準石油控制了美國超過90%的煉油能力，涵蓋開採、運輸、煉製、銷售的完整鏈條。那已經不是企業壟斷，而是能源基礎設施本身。你點燈、坐車、開工廠，本質上都在替洛克菲勒的系統付費。洛克菲勒真正厲害的地方，不只是把石油賣出去，而是把競爭者全部變成體系的一部分，要麼被收購，要麼被價格戰拖死，
要麼被迫依附。等美國政府反壟斷出手拆分標準石油时，表面看是削弱，實際上卻讓家族透過拆分後的多家公司繼續掌握更廣泛的股權與影響力。但從這一刻開始，洛克菲勒做了一件更高明的事，讓錢隱形。他們不再追求首富的名號，而是把財富系統性地轉移進基金會、信託、教育機構與政策網絡。洛克菲勒基金會、大學、醫學研究、公共衛生體系看似慈善，實則是把金錢轉換成長期、穩定、不可輕易反噬的社會影響力。他們真正把財富升級成了結構。第一名，羅斯柴爾德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排在第一名，沒有爭議，因為從這家族有多少錢已經是個不重要的問題。他們真正掌握的不是資產，而是金融世界的底層規則。歷史金融學界普遍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無法被準確估算總資產，不是因為資料不足，而是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刻意把財富拆散、隱藏、結構化，分布在銀行、債券、國家信用、信託與跨國金融網絡之中。但若以他們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可調度資本與影響力總量來換算，其歷史累計影響遠高於數兆美元等級。重點是，他們控制的不是錢，而是錢該往哪裡去。時間拉回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長期戰爭，國家最缺的不是士兵，而是現金、軍費、補給、外債。沒有銀行體系根本撐不住。而羅斯柴爾德做的是建立一張橫跨倫敦、巴黎、法蘭克福、維也納、那不勒斯的家族銀行網絡。這張網絡有多關鍵？簡單說一句，哪一國能繼續打仗，往往取決於羅斯柴爾德借不借錢。他們是歷史上最早把國家戰爭、政府債券、跨國匯兌全部打包進同一套金融系統的人。政府發債，他們承銷；戰爭打贏，債券升值；戰爭打輸，利息照收。無論輸贏，規則對他們都是有利的。更恐怖的是信息優勢。在電報尚未普及的年代，羅斯柴爾德擁有全歐洲最快的信使網絡。哪場戰爭贏了，哪國財政快撐不住，他們往往比政府還早知道。在金融市場裡，時間就是一切，而他們永遠站在最前面。但羅斯柴爾德最聰明的地方在於從不站到台前。他們不當國王，不當總統，不當教宗，只做一件事，讓所有權力體系在關鍵時刻都需要他們。隨着時間推移，家族主動降低曝光，把財富轉移進信託、私人銀行、跨代資產結構中。你很難在富豪榜看到他們的名字，但現代金融體系中，國家債務、中央銀行邏輯、跨國資本流動的基本玩法，幾乎都能追溯到他們當年定下的框架。好了，看到這裡，你會發現一件很現實也很殘酷的事：這些站在歷史財富頂端的家族，真正厲害的，從來不是賺到多少錢，他們有的控制現金流，有的控制土地，有的控制能源，最後那一層直接控制規則本身。所以這份排名講的不是誰最會賺錢，而是誰最早看懂錢該放在哪一層，而這才是歷史上最值錢的東西。請留言告訴我，假如你是這些家族的一份子，你會為社會貢獻什麼？或者你想要做什麼？記得訂閱加點讚，我們下期見。